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午夜，林口长庚医院的大楼仿佛沉睡在浓重的黑暗中，走廊里偶尔传来仪器的滴答声和轮椅碾过地板的咯吱声，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药物混合的刺鼻气味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医院的气氛似乎就会变得格外安静，只有空荡荡的病房和走廊见证着无数病人和医护人员的辛勤与疲惫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林雅婷拉了拉身上的护士服，手指不自觉地轻轻摩挲着那条已经磨损的肩带。她今晚又一个人值夜班，和往常一样。她知道这一夜将会是漫长的。医院的夜班护理工作一直都不是那么轻松，尤其是在这个已经历史悠久的医院。她刚刚经过一个病房时，看到其中一名患者微弱的呼吸声和喘息似乎越来越沉重，这让她有些担心。她抬起手腕，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接近深夜12点。病房的门已经紧闭，四周的灯光在这座巨大的建筑内像是迷宫般无序地散布着，形成了无尽的阴影。林雅婷掏出手机，想着应该回去查看一遍监控录像。作为一个夜班护士，她已经习惯了孤独的工作节奏。她不怕这些夜晚，尽管有时候医院的某些地方会让她感到不太对劲，尤其是那些遥远的病房，常常没有人去探望，像是被遗忘的角落。回到护士站，林雅婷发现技术员陈伟杰还没离开。陈伟杰坐在电脑前，正忙着调整医院监控系统的设置。他的脸色苍白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疲惫。怎么还在这儿？林雅婷笑着问道，试图让自己放松一些。今晚病人多，我需要检查一下监控系统，确保没有任何遗漏。陈伟杰头也不抬，只是轻声回应，辛苦了。林雅婷点了点头，但她的目光却被屏幕上的监控画面吸引。走廊的一个角落显示的画面有些模糊，像是雾气笼罩着某个地方。她皱了皱眉头，暗自思忖，也许是系统出了些小问题。你注意到这些了吗？林雅婷指着屏幕问道。陈伟杰顺着她的手指看去，屏幕上的画面依然模糊不清。画面中，一个病房的走廊显得异常安静，显得空荡无人的样子，有点奇怪。是不是摄像头出了问题？他调整了几下鼠标，但画面依然没有改善。之后他站起身，走到设备柜旁，拿出工具准备检查。林雅婷突然觉得这片刻的安静有些压抑，屏幕上空荡的走廊像是吞噬了一切声音。他又多看了几眼，突然画面中隐约出现了一个白色的模糊身影。那人站在那里，似乎没有动。林雅婷一愣，心头微微一颤。你看见了吗？林雅婷几乎是低声问道。陈伟杰听到她的声音回头，却没有看到什么异常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再次盯着监控屏幕，语气略显疑惑，哪里？我什么也没看到。然而林雅婷却确信那不是她的错觉。屏幕上那身影依旧伫立在走廊的尽头，像是一个静止的雕塑，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想着这也许只是眼花了，或许是夜晚的灯光和摄像头的失真所造成的错觉。你确定监控没问题？林雅婷再次问道，声音中有些微微的不安。应该没问题。陈伟杰依然专注在屏幕上，忙着操作系统。他的心情没有平复，反而愈加沉重。他转身准备离开时，突然感到背后有一股寒气袭来，仿佛有人在他背后注视着他。他下意识地回头，但整个护士站依然静悄悄的，只有电脑屏幕依然微弱地发出蓝光。林雅婷快步走出护士站，心中却有种莫名的不安。她知道，也许她只是过于敏感，毕竟医院里总是有太多让人心生恐惧的细节。那些寂静的病房，病床旁无声的注射器，医院走廊中深邃的阴影。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。然而心底的疑虑却无法完全消散。那个影像，它似乎一直在她的脑海中萦绕，不愿离去。深夜的医院依旧安静，但林雅婷却始终无法摆脱刚才在监控画面中看到的那个身影。她越想越不对劲，那模糊的白色身影仿佛是从某个古老的记忆中走出来的幽灵，静静地注视着她，
而更让他不安的是，他并没有见到过这个病房里有病人，监控里的人影怎么会出现在完全没有病人的地方？第二天，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尽管心中疑虑重重，但他还是按照例行程序继续着工作，默默地忍住那股不安的情绪。毕竟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，也许只是系统的暂时故障，或是他看错了。然而，那个影像依然萦绕在他的脑海中，甚至影响了他的睡眠。1个星期后的夜班，林雅婷再一次独自值班，她决定亲自检查那个病房，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她知道，这一夜，她必须面对内心的恐惧，找到一个解释。夜深了，医院里的人流已经逐渐减少，剩下的只是在夜班中的医护人员和一些还未入睡的病人。林雅婷沿着走廊走到那个病房前，她的步伐变得越来越沉重。走廊的灯光昏暗，墙壁上的时钟滴答作响，每一下都像是在提醒她，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，今晚的探索将会改变什么。她站在病房门口，透过玻璃窗向里看，空荡荡的病房静得让人心生寒意，仿佛一切生命的痕迹都被消磨殆尽。她敲了敲玻璃，但没有人回应。再三确认后，她推开门，轻轻地走进去。房间内空气沉闷，几乎没有任何声音。她走到病床旁，四下打量着，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空调发出的低鸣。突然，一阵冷风从窗帘缝隙处吹进来，带着一股刺鼻的药水味，令人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她仔细观察每一处细节，墙上的挂画，床单的褶皱，窗帘的飘动，所有的景象都显得那么平常，却又让她觉得无比压抑。她的眼睛定格在床头的一个小物件上，一只破旧的病历夹，夹子上有一层厚厚的灰尘。她本能地感到不对劲，心跳也开始加速。怎么会有这样的物品？林雅婷自言自语着，伸手去拿起病历夹，打开夹子，里面的病历已经发黄，字迹模糊。她翻阅了几页，突然间，一个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，张慧茹。她停顿了一下，试图回忆这个名字的来源。突然，她的心猛地一跳，她记得张慧茹曾是几年前住院的患者，那个病房就曾经因为患者的死亡而被废弃。那段时间，医院里曾发生过一场大的火灾，病房的设备和一些病人的资料全都被损坏了。那时的张慧茹似乎因为病情突发去世，她的死因至今没有完全弄清楚。林雅婷的眼睛开始变得模糊，她开始感到一股压迫感，房间里仿佛突然变得异常沉重，空气也开始变得稠密，难以呼吸。她急忙合上病历夹，却注意到窗外的月光似乎透过窗帘缝隙照射进来，形成一条直线，正好打在床头的位置。突然，床头处的监控画面中的白色身影再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。这次，那身影不再模糊，而是愈发清晰。他猛地转身，四下张望，周围的一切依然保持着死寂，除了自己急促的呼吸声，没有任何动静。他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病床上的床单，突然，床单微微晃动了一下。林雅婷一愣，心跳突然加速。她走过去，手指颤抖地轻轻拉开床单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仿佛被什么无形的力量紧紧控制住了。她转身准备离开，却在转身的瞬间瞥见了床头柜上，原本空无一物的地方，竟然放着一瓶未开封的药水。林雅婷的心跳如鼓，她知道这瓶药水并不属于这个病房，它更像是一个警告，一个未曾解释的痕迹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她自言自语，心中充满了疑问。她想离开，却在那一刻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呻吟声，声音几乎要从病床下传来。林雅婷定住了，凝视着床下的黑暗，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不去看那些让她感到异常的细节，但内心的恐惧越来越强烈。他必须回去查看监控，回到护士站，找出这一切的真相。林雅婷的心跳依旧剧烈跳动，她急匆匆地离开了病房，几乎是跑回了护士站，每一步都仿佛被那股莫名的恐惧牵引着。回想起刚才病房里那个令人不安的细节，她内心的焦虑变得越来越无法压抑。刚才那瓶药水，床单下的微弱晃动，以及那低沉的呻吟声，都在她脑海中反复回荡。
她甚至不敢回头再看那空无一物的病房，仿佛背后一直有双眼睛紧紧盯着她。回到护士站，陈伟杰依然坐在那里，操作着监控系统，看到他气喘吁吁的模样，惊讶地问道：怎么了？你看起来有点不对劲。我去看了那个病房。林雅婷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但她的眼神却再也无法掩饰心中的不安。你说的那些监控问题是真的，不是我看错。陈伟杰皱了皱眉头，什么问题？你看过那栋病房的监控吗？我刚才看到有一个人影站在那里，根本没有病人住在那里。他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，而且我刚才还看到床单下有动静。陈伟杰似乎并不太相信，摇了摇头，这医院太大了，监控有时候会出现小问题。再说了，今晚你可能有些累了。林雅婷强迫自己冷静，可是我真的看到那个病房有问题。你检查过监控吗？我刚才看到了不对劲的东西。陈伟杰被他说服，迟疑了一下，便站了起来。好吧，那我再检查一下。林雅婷紧紧盯着屏幕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扼住。刚才那股不安和压迫感并没有随着她离开病房而消失，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在黑暗中太久，才开始产生了幻觉。可是那个身影的出现怎么解释？陈伟杰将监控画面调回到那个走廊的位置，点了点头，果然画面有些问题，这地方的监控确实有点模糊，像是受到了干扰。他操作了一下设备，画面忽然清晰了几分，然而屏幕上依然没有明显的异常。你看，林雅婷指着屏幕，屏住呼吸。你看那个人影，真的有。陈伟杰皱起眉头，仔细看了看画面，这次身影的模糊程度确实更为明显，那似乎是一个身穿病服的影像，站在走廊尽头，不动如山。这就是我看到的。林雅婷的声音微微发抖，心脏的跳动更加剧烈。你没有看到吗？这不是正常的。陈伟杰停顿了一下，眉头紧皱，仿佛开始察觉到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个画面确实不对劲。他再三确认画面，突然发现画面中的人影并没有根据时间变化移动，反而在几帧之间发生了极为微小的位移，像是他根本不受空间限制，反而在逐渐接近监控的角度。你是说这个人影是在移动？林雅婷愣住了，难以置信地盯着那模糊的影像。是的。陈伟杰点了点头，脸色开始变得凝重，而且有一点奇怪，监控系统并没有对这个位置进行任何警报，似乎根本没有记录下任何异常。林雅婷心底的恐惧变得更加清晰，那股莫名的压力好像要把她吞噬。她忍不住盯着屏幕，声音低沉而颤抖。你知道吗？那个人影看起来像是我曾经看到过的病人，张慧茹。陈伟杰微微愣了一下，回忆起张慧茹这个名字，随即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你是说那个死于火灾的病人？林雅婷点点头，脑海中浮现出那个病房，那个曾经失火的角落，以及张慧茹因病突发而悄然去世的日子。医院曾经发生过一次惨烈的火灾，而张慧茹就在那场灾难中不幸丧命。随着这段回忆浮现，林雅婷的心情愈发沉重。可这怎么可能？陈伟杰喃喃道，声音也有些不确定。我们都知道，那次火灾发生后，医院曾对这些受损的病房进行过处理，那个地方也被彻底封锁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影像？林雅婷深吸一口气，似乎已经意识到了某种东西。她缓缓说道，也许这些影像不是幻觉，它们真的和过去的事件有关系，或者说这些影像代表了某些未解的事，某种未曾放下的东西。陈伟杰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他强迫自己保持冷静。你是说医院里真的有鬼魂吗？林雅婷咬紧了嘴唇，缓缓地点了点头。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一切太不正常了。此时突然一声急促的警报声打破了护士站的寂静，整个医院的灯光突然闪烁了几下，然后变得昏暗不明。林雅婷和陈伟杰都愣住了，警报系统发出的声音刺耳而空洞，似乎在警告他们某些东西正在接近。林雅婷的心脏骤然跳动加速，
他本能的转身，看向医院的走廊，感到一种无形的恐惧慢慢蔓延开来。他知道，这一切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林雅婷和陈伟杰对视一眼，眼中的恐惧几乎是同一时刻爆发的。医院的警报声持续回响，空旷的走廊仿佛变得更加压迫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感。林雅婷不由自主地深吸一口气，感觉到心脏猛然跳动，仿佛要从胸膛里蹦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陈伟杰的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。他转身看向监控屏幕，眼睛盯着那段出现不明人影的画面。画面中的人影并没有再移动，而是变得越来越模糊，逐渐消失在黑暗中。我不敢再看了。林雅婷低声说，她的心情变得愈发沉重，仿佛进入了某种深不可测的黑洞。别怕，可能只是电力系统的问题。陈伟杰声音颤抖地说道，显然他也并不相信自己说的话。我去看看电力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，应该没什么大事。然而林雅婷并没有丝毫放松，反而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。她的直觉告诉她，这绝非普通的电力故障。医院的这一切仿佛早已被某种无形的力量主宰。屏幕上不明的人影，那诡异的呻吟声，警报的响起，这一切都不是简单的巧合。他决定亲自去那间病房查看，寻找答案。林雅婷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镇定下来。虽然她的心中依然充满了恐惧，但她知道，只有面对真相，才能解开这一切的谜团。她穿过昏暗的走廊，走向那个曾经发生火灾的病房。医院的走廊比平时更空旷，灯光的闪烁让她感到仿佛进入了另一个维度。她每一步都走得异常沉重，似乎有无数的阴影在她身后悄无声息地跟随。她来到病房门口，手已经开始微微发抖，门口的窗玻璃反射出她焦虑的面容。突然间，她感到一股寒气从背后袭来，仿佛有人在她身后呼吸。她猛然转身，身后空无一人，只有黑漆漆的走廊。她推开病房的门，房间内依旧一片寂静，床单依然被轻轻掀起，那个破旧的病历夹依旧被遗留在床头。林雅婷走进去，急切地想找到更多线索，但就在她伸手去翻看病历夹时，房间里的灯光猛地熄灭，陷入了无尽的黑暗。林雅婷急忙拿出手机，用微弱的光线照亮四周，但房间的每一处似乎都被黑暗吞噬了。她的呼吸开始急促，眼前的黑暗逐渐让她感到窒息。突然，她听到了一声清晰的、低沉的呻吟声，仿佛来自病床下。她的心脏剧烈跳动，猛地弯腰低头，手机的光芒在黑暗中微弱的闪烁。床下空无一物，然而那声音依旧在响起，像是某个沉睡已久的灵魂开始觉醒。她顾不得多想，连忙站起来，几乎是想要飞奔出房间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注意到床头柜上的一个小物品，那是一只旧式的钟表，已经停止了滴答声。钟表的表面上积满了灰尘，但让林雅婷震惊的是，钟面上赫然写着张慧茹的名字。她的心猛地一跳，无法呼吸，手指颤抖着伸过去，碰触到那个停滞的钟表。突然，整个病房的气温骤降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林雅婷的心跳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，眼前的钟表仿佛在对她发出无声的警告。她听到耳边又传来了低沉的声音，仿佛是有人在轻声说话，不要离开。林雅婷的双腿几乎失去了力气，她喘着气倒退几步，突然眼前一片漆黑，她的手机已无缘无故熄灭了。她只能靠着墙壁一步步向外走去，心中充满了恐惧与困惑。终于，她摸到了病房的门，把它猛地推开，空气像是突然清新了一些。她急忙跑出病房，回到走廊。此时的医院似乎更显得空旷与诡异，安静的环境令人感到异常压迫。林雅婷靠在墙边，喘着气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她知道自己刚才经历的那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并非幻觉，它们是真实的，已经成为了医院的一部分。然而就在她准备走回护士站时，她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，屏幕上赫然显示着一条新的通知：警告，医院所有病房监控设备故障，电力系统异常。林雅婷猛地停住了脚步，她的心脏仿佛停滞了，
目光死死盯着手机屏幕。他意识到，这一切并不仅仅是电力系统的问题，而是某种不可名状的力量在作祟，牵引着他和这座医院的命运。他转身，决心回到护士站，告诉陈伟杰一切。正当他准备走回去时，一声低沉的嗤笑声在他背后响起。林雅婷猛然转身，却什么也没有看到，只是眼前的走廊依然空无一人。然而，那种诡异的笑声却依然在他耳边回荡。林雅婷的脚步骤然停下，耳边那低沉的笑声就像在他的脑海里盘旋，无法逃脱。他心脏的剧烈跳动几乎让他无法思考，整个人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拖入了深渊。他转过身，看向黑暗中的走廊，然而走廊依旧空无一人，静得可怕。是我听错了，他低声喃喃自语，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试图摆脱那种莫名的恐惧感。然而，笑声仍然回荡在他的耳中，仿佛在提醒他，这一切都不是幻觉。他决定继续前进，每一步都像是在深渊中行走。走廊两旁的灯光闪烁，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他的眼睛再次扫过走廊的每个角落，心跳加速，仿佛每个阴影背后都藏着未知的存在。当他终于回到护士站时，陈伟杰正坐在电脑前，依旧忙碌地操作着监控系统。林雅婷走到他身边，声音低沉却急切：陈伟杰，监控系统出了问题，电力系统也有异常，我们得尽快查明情况。陈伟杰没有抬头，只是淡淡的回应：我知道了，电力系统的异常不是第一次了，你也知道，医院年久失修，偶尔出现这种情况不奇怪。他伸了个懒腰，显得有些疲惫。别太紧张，可能只是电路的负荷问题。你不明白，这不是电力问题。林雅婷情急之下提高了声音，她的脸色苍白，眼神中透露着一种无法掩饰的恐惧。你看过那个监控了吗？那人影他不是真的，他是个灵魂，是个鬼。陈伟杰终于抬起头，目光略显迟疑。他没有直接反驳，只是叹了口气：你是不是累了？我们都在这里待了一整晚，有时候人的思维会陷入迷雾，你应该休息一下。不，你不懂，我刚才去了那间病房，那个病历加上有张慧茹的名字，她死于火灾，她的灵魂没有离开。林雅婷急切地抓住陈伟杰的手臂，眼中充满了绝望。我们必须找到答案，不能再这样下去。陈伟杰的表情突然变得凝重，他看了看四周，低声说：张慧茹的名字，你说她是死于火灾的那个病人？他声音颤抖，似乎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线索。林雅婷点点头，眼睛紧盯着陈伟杰，渴望得到一个解释。就在此时，护士站的灯光突然再次闪烁了几下，房间里的气温也瞬间下降，那种冰冷的感觉让林雅婷打了个寒战。她知道事情已经远超出她的控制。陈伟杰急忙站起身，拿起桌上的手电筒：跟我来，我们去检查一下那个病房。他语气变得急促而沉重。两人再次走向那个病房，走廊依旧空旷，黑暗中的阴影似乎在默默凝视着他们，每一步都沉重无比，仿佛有无数只看不见的手在拉着他们。走到病房门口时，林雅婷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，犹如雷鸣般震耳欲聋。陈伟杰犹豫了一下，推开了病房的门。房间内依旧寂静，空荡荡的病床，落满灰尘的家具，仿佛一切都被时间遗弃。然而，林雅婷的目光被床头的钟表吸引住了。那只停滞的钟表依然静静地摆在床头，表面已被厚厚的灰尘覆盖。张慧茹的名字，她低声自语，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她的灵魂还在这里。陈伟杰的声音充满了不安。不，我们需要离开这里。突然，病房的灯光闪烁了几下，接着整间病房的气氛急剧变化。一个模糊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床旁，像是从空气中凝聚出来的，缓慢而沉默地朝他们靠近。林雅婷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，她能清晰地看到那身影的轮廓，身穿白色病服，面容模糊不清，但她能感到他的存在，感到他无声地注视着自己。张慧茹，林雅婷哽咽着问道，她的声音几乎被恐惧扼住，身影停下，仿佛在回应她的呼喊，慢慢低下了头。突然，
病房内响起了一个低沉的声音，像是从地下传来的。我从未离开。林雅婷尖叫了一声，后退几步，几乎要撞到墙壁。陈伟杰也猛地转身，急忙拉住他的手臂。我们走。两人快速冲出病房，回到走廊。然而就在他们即将穿过那段阴暗的走廊时，监控屏幕上再次显示出那个模糊的身影。这一次，它不再是一个影像，而是真正的存在。他站在监控镜头前，静静地看着他们，嘴角勾起一丝诡异的笑容。你们永远无法逃离。那声音再次在他耳边响起，低沉而冰冷。林雅婷的腿开始发软，她意识到这一切的背后远比她所想的要复杂。医院的历史，过去的悲剧，未解的冤屈，仿佛在某个时刻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，牵引着他和陈伟杰，仿佛他们早已成为这座医院命运的一部分。他转身看向陈伟杰，眼中闪过一丝明悟。他们不只是鬼魂，他们是未解的历史，是这座医院的过去，他们未曾放下，所以我们无法逃离。突然间，走廊的灯光完全熄灭，四周陷入了漆黑的沉寂。林雅婷和陈伟杰的呼吸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，而那声音依旧在黑暗中低语：你们永远无法逃离黑暗中。林雅婷和陈伟杰的心跳几乎与沉寂的医院交织成一体，四周的空气变得异常沉重，每一口呼吸都带着无法摆脱的压力。整个走廊仿佛是一条无尽的隧道，而那种压迫感让他的胸口像被重重的石块压住，无法喘息。他忍不住颤抖，几乎无法自持，但那股力量将他和陈伟杰牢牢困住，无法逃离。他们站在走廊中间，背后是那个空荡的病房，前方是医院的黑暗深处。林雅婷的心中充满了恐惧，也有一种无法言喻的领悟。她意识到，这座医院并不仅仅是一个建筑，它承载的不仅仅是病人们的痛苦与生死，还有那些未解的怨屈与纠结的过去。那些幽灵，那些影像，都是那些曾经存在的灵魂。无法释怀的过去在这里固守，等待着被倾听，被释放。他低声对陈伟杰说：我们不能再逃避了，我们必须面对它，面对这座医院，面对这里的一切。陈伟杰看着他，眼神中充满了茫然与恐惧。可是，林雅婷，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呢？这些灵魂，或许他们永远也不会离开。林雅婷的眼神渐渐坚定，她深吸一口气，心中似乎找到了某种勇气。我们可以试着释放他们，给他们一个出口，让这些未解的怨念不再困扰这座医院。他转过身，向着那扇通往病房的大门走去。陈伟杰愣了一下，然后也紧随其后。两人走得沉默而坚定，每一步都仿佛迈向未知的深渊。然而，林雅婷知道，她不能再回头。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那些早已逝去的灵魂。进入病房后，病房依旧是那个破旧的样子，空气沉寂，床上的钟表依然静静地停在那儿。他低头看了一眼那个病历夹，轻轻地打开，翻到那一页写着张慧茹名字的病历。他感到一种强烈的连接，仿佛那个名字在诉说着某种深埋的痛苦。张慧茹，林雅婷低声说道，眼神充满了深深的同情。你不该在这里，你不该被遗忘，你应该得到解脱。突然，房间的灯光闪烁了一下，然后再度熄灭。房间的气氛骤然变化，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在空气中流动，逐渐将所有空间填满。林雅婷可以感觉到那种存在，仿佛就在她的面前，随时准备浮现。她闭上眼睛，深深吸了口气，轻声道：张慧茹，如果你听得到我，请原谅过去发生的一切。你不是罪人，你只是在不幸的命运中挣扎。如果你能听见，放下吧，放下这一切。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，仿佛时间静止了。林雅婷睁开眼睛，眼前的黑暗依旧压迫，但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，仿佛某种无形的痛苦正在缓缓消散。她的心跳渐渐平缓，似乎一切的恐惧都在这一刻消失了。突然，那个模糊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床头，但这一次，它不再令她恐惧，她的面容逐渐清晰。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脸庞，表情柔和而安详。
他静静地注视着林雅婷，嘴角微微扬起，仿佛在表达感激与释然。谢谢你。那声音再次在房间里响起，低沉却充满温暖。我可以走了。林雅婷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，她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释放，仿佛一块巨石从胸口被搬走。她明白了，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解脱，也是这座医院、这片土地的解脱。随着那个身影渐渐消失，房间里的光线重新明亮起来，空气变得清新，沉闷的气息消散。林雅婷深吸一口气，感到自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庇护，身体变得轻松，内心的焦虑和恐惧都烟消云散。他走了。陈伟杰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带着一丝惊讶和释然。林雅婷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她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结局，更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医院的历史，曾经的痛苦与无解的纠葛，终于得到了释放，而她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内心的平静。我们终于自由了，林雅婷轻声说道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在那一刻，她明白了，恐惧从来不是最终的敌人，真正的敌人是我们内心未解的痛苦。只有面对它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。而这座医院终于恢复了它应有的宁静。林雅婷站在那间病房中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。曾经压在她心头的沉重恐惧和不安，仿佛随着张慧茹的灵魂得以解脱而一并消散。她深吸一口气，似乎空气都变得清新了许多。房间内的气氛从紧张、阴冷转为温暖和安宁。陈伟杰站在她身旁，眼中还残留着些许震惊与迷茫。显然他依旧无法完全理解刚才发生的一切，可是他的眼神中已经少了恐惧，多了释然和感慨。林雅婷，我们真的做到了？陈伟杰低声问道，眼中闪烁着一丝不敢相信的光芒。林雅婷转向他，轻轻点头，是的，我们做到了。张慧茹，她得到了她应有的安息。她的声音温和而坚定，仿佛这些经历已经成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不再需要恐惧，而是勇敢地面对那些未知与未解的过去。她闭上眼睛，仿佛还能感受到张慧茹那份释放的温暖，心中充满了平静。这时，走廊的灯光再次亮了起来，医院的电力系统恢复了正常，灯光明亮而清晰，没有再出现闪烁的异常，走廊也变得宁静，没有那种压迫感了。林雅婷的目光渐渐从病房移开，她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一夜的使命，接下来的任务是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中，继续走下去。他们走出病房，走廊依然空旷，但此时的医院再没有那个阴冷的氛围。林雅婷感到脚步变得轻盈，仿佛每一步都踏实而坚定，仿佛一切都得到了平衡与恢复。你看，那边的走廊，陈伟杰突然说道，他指向走廊的尽头。林雅婷转过头，看到不远处的一扇门缓缓关闭，似乎有人在走出，那道身影模糊不清，但她并不感到恐惧。她微笑着，心里清楚，那不过是夜班时分医院一名工作人员的身影，没有任何不寻常。我知道了，陈伟杰，他淡淡的说道，那些灵魂只是暂时迷失，他们需要的是理解与宽恕，而不是恐惧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回头看着那曾经充满不安的病房，眼中流露出一丝感慨。我们也许只是这座医院的一部分，但我们从来不该成为他的囚徒。陈伟杰沉默片刻，眼中似乎闪过一丝恍若明悟的光芒。他深深看了林雅婷一眼，突然露出了一丝微笑。你说的对，林雅婷，或许真的有一些事情，我们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去解释，而是要学会去感知，去宽容。走廊的尽头，门再次自动关闭，轻轻的咔嗒声在寂静的空气中回响。这一切似乎象征着某种结局，又像是另一个新的开始。林雅婷和陈伟杰继续沿着走廊走去，彼此默契的不再说话。虽然这座医院依旧庞大而复杂，但此时此刻，他们内心的焦虑已被彻底释放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容与安宁。走到楼梯口时，林雅婷停下脚步，看了看外面逐渐升起的曙光。外面的世界依旧有清晨的温暖阳光，而这里，这座医院似乎也从未再被那份不解的痛苦所笼罩。也许
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未解的过去。他轻声说道，回头看向陈伟杰，但我们并不是永远无法放下，就像今晚一样，面对他，我们也许能走出一条新路。陈伟杰点点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一抹久违的微笑。对，我们不必永远活在过去，也许这就是解脱。林雅婷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医院那片静谧的走廊，眼中充满了坚定和感激。她深知今晚的经历将永远刻在她的记忆里，但它不会成为她的负担，而是成为她前行的力量。她和陈伟杰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静与力量，心灵得到了释放。随着曙光的照耀，林雅婷和陈伟杰走出医院的大门，迈向新的生活。背后的医院在他们的步伐中渐渐远去，仿佛他的阴影早已消失。结局，生命中的恐惧与痛苦无法永远被压抑，唯有面对才能放下，而放下不仅仅是为了解脱他人，更是为了解脱自己。走出黑暗，迎接光明，才是真正的解脱。